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准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自己觉得超级有启发性的一段演讲。主讲人是谁呢？是世界级的指挥家班杰明·赞德尔。你可能想说，指挥家、古典乐，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先别急着走，他谈的其实是愿景跟领导力，只是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角度切入。而故事的开头，你可能听过，但为他背后的道理，每次听都还是觉得很震撼。大概在100多年前，有一家英国的鞋厂想说，我们来开拓非洲市场看看。于是他们就派了2个最顶尖的业务，兵分2路去考察。过了几个礼拜，总公司收到第一封电报，上面写的超级简洁，情况绝望，停止，他们不穿鞋。很合理对吧？没人穿鞋就代表没有市场啊，这逻辑很通。但就在总公司准备放弃的时候，第2封电报来了，上面写的字彻底改变了一切。绝佳机会，他们还没有任何鞋子。你看，这就是神奇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客观事实。当地人不穿鞋，在2个顶尖业务的脑袋里，却产生了天差地远的结论。这就是心态的力量，或者说观点的力量。第一个业务员看到的是墙壁，是终点，但第2个业务员他看到的却是一片广大的蓝海。好，重点来了，赞德就说，这种看法的2极分化，跟现在古典音乐界的状况根本一模一样。如果你是第1个业务员，你会去看数据，古典乐听众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年轻人都不听了， CD 也没人买了，所以你得出结论，古典乐差不多要掰了。但如果你是第2个业务员，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你会看到，哇，现在的电影配乐、电玩游戏，想要营造那种史诗感、磅礴感，用的全都是古典乐的语法。你也会看到 YouTube 上面一个肖邦的夜曲，点阅率可以冲到几千万，比很多流行歌还高。所以赞的他们就认为，古典乐的潜力根本还没被真正开发出来，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只是大部分的人还没找到那把对的钥匙而已。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变成，那把钥匙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让一个普通人跨过那个看起来门槛很高的围墙，去真正感受到古典乐的魅力？其实不只是古典乐啦，任何专业领域，像是品酒、看懂一幅抽象画，甚至学写程式，都会遇到一样的挑战。赞的第一步就是带我们回到一切的原点，我们人类到底是怎么学会一项技能的？这段分析真的非常精彩，因为它讲透了从一个菜鸟到大师的整个心路历程。他用一个小朋友学钢琴的过程来当例子。你想想看，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的脑袋是怎么运作的？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老师说弹哆，他的大脑就下一个指令，手指按下去。老师说弹瑞，大脑再下一个指令，手指再按下去。所以你听到的音乐就会是嘟嘟嘟嘟，每一个音之间都是顿开的，充满了独立的脉冲，听起来就笨笨的。这就很像我们刚学开手排车，脑子里想的是，好，左脚踩离合器，右手打1档，看一下后照镜，右脚轻轻踩油门，左脚慢慢放开，每个动作都是独立的，所以车子就一直抖，一直熄火。但是这个小朋友继续练，到了8岁，他开始可以把2个音看成一组，到了10岁，他一次可以处理8个音。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到了11岁，一个巨大的质变发生了。他不再去想下一个音是什么，他的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整个乐句给唱出来。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他的手指都只是为了服务这个流动的意念，音乐就在这个瞬间才真正的活了起来。这就是关键。7岁的小朋友，他专注的是把每一个音弹对，但11岁的孩子，他专注的是去感受整个乐句的流动。赞德把这个更高维度的视野叫做找到那条长远的线。这真的不只是音乐上的概念，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升级，是从战术的执行者变成一个有战略视野的人。
你想想，在公司里，一个刚毕业的新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待办事项，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格子都打勾。但一个厉害的领导者，他看到的是贯穿所有任务背后的那条长远的线，也就是公司的使命跟愿景。他很清楚，现在做的每一件鸟事，都是为了成就那个更远大的目标。接下来这个概念，名字听起来有点呛，但你听完绝对会忘不了。为了让长远的线这个抽象概念更具体，占伯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单边屁股演奏法。这什么意思？他说，当一个钢琴家他已经完全不再思考单一的音符，而是整个人都沉浸在那条长远的线里面的时候，他的身体会不自觉地随着音乐的流动而倾斜，重心会从原本稳稳坐在两个屁股上转移到其中一边。这不是他故意做出来的动作哦，而是他被音乐的巨大动能给推过去的。这就代表你已经从用脑袋在分析音乐，进化到用身体在感受音乐了。后来真的有一位 CEO 听完演讲后写信给赞德说，我回去之后就把我的公司改造成了一家单边屁股公司。什么叫单边屁股公司？就是他要求所有的员工不能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 KPI， 而是要能够清楚地看见，并且打从心底感受到公司整体的那条长远的线，让所有人的力量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倾斜前进。好，到这边我们理解了长远的线这个概念有多强大，但问题又来了，对我们这种外行人，要怎么在音乐里面听到这条线？尤其是很多人都觉得古典乐很催眠。接下来这段，赞德直接在舞台上像个侦探一样，把一首肖邦的前奏曲给拆解了，带我们去看懂藏在音符底下的那些戏剧张力。在开始分析之前他先丢出了一个超颠覆的问题。他说，各位，如果你们听古典乐听到想睡觉，有没有可能问题根本不是出在你们身上，而是出在我们这些演奏者身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钢琴家他弹琴的方式就像那个7岁的小朋友，充满了零碎独立的脉冲，那音乐听起来当然就很破碎，没有方向感，听着听着自然就睡着了嘛。一个好的演奏应该要像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他会引导你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设计好的故事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肖邦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这首曲子一开始从一个音符 B 开始，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紧接着肖邦弹了下一个音 C，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 C 的出现让原本那个 B 突然听起来变得很不稳定，好像有点淡淡的忧伤，然后旋律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下走，从 B 到 A 到 G 再到 F。 好，暂停一下， B A G F，就算你完全不懂乐理，你的大脑、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下一个音应该是什么。没错，就是 E。 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来自哪里，都会有这种预期，因为从 F 到 E 会给我们一种解决了，一种落地了，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但是你想想啊，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会这么快就让你回家吗？当然不会啊。Zander 打了一个很棒的比方，他说这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如果哈姆雷特在第一幕就超果断的把他叔叔给杀了，那这出剧5分钟就演完了，对吧？所以所有伟大艺术的精妙之处，往往都不是在于那个终点本身，而是在于抵达终点前的那趟旅程，那种刻意被拉长的张力。所以肖邦是怎么玩的呢？他就像一个很顽皮的说书人，他确实弹了那个我们期待的旋律音 E， 但是他在那个 E 的底下配上了一个错误的和弦。这个和弦让我们感觉好像到家了，但怎么家具摆设都不对劲。这在音乐上就叫做假性终止，它就是在欺骗你的大脑。它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把你带到家门口，甚至让你摸到门把了，就是不让你进去。那种焦急，那种渴望，就不断的累积再累积，把你的情绪拉到最高点，直到最后的最后，砰！它终于给了我们那个期待已久的、正确的、完美的家的和弦。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释放，那种满足感是直接弹1的10倍、100倍。
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当我们在理智上看懂了肖邦是怎么布局之后，赞德做出了最关键也是最神来一笔的动作。在要完整弹奏这首曲子之前，他请现场所有的观众闭上眼睛，在心里面呢想一个你曾经全心全意爱着，但现在已经不在你身边的人。这个步骤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把前面所有理性的分析，跟你内心最深层、最私密的情感做一次秒定。他要把这首曲子的回家之旅，变成你对那个失去亲友的思念之旅。接着，赞德分享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真实故事。他曾经在北爱尔兰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为一群来自敌对阵营的街头少年办工作坊。他就对这群可能从来没进过音乐厅的孩子做了完全一样的练习。隔天早上，一个少年跑来跟他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从没听过古典乐，但昨天你弹那首 Shopping Piece， 他把肖邦 Chopin 念成 Shopping， 我想起了我哥哥，他去年被枪杀了。我当时一滴眼泪都没掉，但昨天晚上我想着他，听着那首曲子，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能为我哥哭一场，感觉真的很好。”赞德说，就在那个少年讲完话的瞬间，他下定决心，古典音乐绝对不是只属于那一小撮精英的，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它是一种普世的语言，可以直接穿透文化跟教育的隔阂，触动我们最根本的人性。这个深刻的体悟，不止改变了赞德对音乐的看法，更彻底颠覆了他对自己角色的认知，也就是指挥家这个身份。而接下来他分享的顿悟，我认为是这整场演讲中关于领导力最重要也最震撼的一课。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一个管理者，都一定会很有启发。你仔细想想看，这句话真的超有智慧。一个指挥家站在舞台上，看起来是权力的中心，对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但吊诡的是，他自己有制造出任何一个音符吗？没有，从头到尾一个声音都没发出来。他的照片被印在海报上，但他其实什么也没做。他所有的力量，他所有的价值，都来自于他赋予他人力量的能力。他的成功不是他自己的指挥棒挥得多帅，而是他能不能让乐团里那100个音乐家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水准。这跟我们传统想象中那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领悟到，一个领导者的真正工作不是去管理，不是去控制，而是去唤醒他人内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从管理者到赋能者的根本转变。管理者在意的是什么？流程、效率，把事情做对。但赋能者，也就是真正的领导者，他更在意的是人。他想的是如何激发团队的潜能，如何创造一个环境，能让大家在里面发光发热。好，那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赋能者呢？我们一般是用什么来衡量成功？业绩数字、利润、市占率、头衔、权力，这些都是外在的、可用量化的指标，对吧？但赞德提出了一个更内在也更深刻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看看你周围的人，你的团队成员、你的学生、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他们的眼睛是闪闪发亮的吗？他们是不是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被激励，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如果你看到了那些闪亮的眼睛，那恭喜你，你正在做对的事情。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双双暗淡、空洞、无神的眼睛，那重点来了，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他该问的问题，不是这些人是怎么搞的，为什么都这么没动力，而是 Who am I being that my players' eyes are not shining？ 这个提问方式的转变是革命性的。他把所有的焦点从向外指责别人，180度转向内反省自己。这是一种全然的责任感。一个主管可以问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主管，才让我的部属每天都只想着准时下班？一个老师可以问，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才让我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好奇心？一个父母可以问，我是怎样的父母，才让我的孩子眼神不再有光芒？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从抱怨转为创造的世界。
演讲的最后，为了把前面谈到的所有概念，从愿景、长远的线到领导力，全部收束在一起，赞德分享了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说出口的每一句话可以有多沉重的分量，以及多么巨大的可能性。这位女士在15岁那年，跟她8岁的弟弟一起被塞进了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列车。在那个极度拥挤、绝望的车厢里，她发现弟弟的鞋子不见了。当下她又急又气，就像任何一个正常的姐姐。她对着弟弟大吼：“你怎么这么笨？我不是叫你顾好自己的东西吗？你就是讲不听！”不幸的是，这句话成了他对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们下车之后，就在混乱中被分开。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弟弟。许多年后，当他奇迹似地活着走出集中营，他为自己立下了一个终生的誓言。他说：“我将永远不再说出任何一句没有办法作为我遗言的话。”这段故事真的很震撼，对吧？但赞德提醒我们，这个誓言的重点不是要我们活在害怕说错话的恐惧里，正好相反，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去实践的可能性。它提醒我们要带着觉知、带着意图、带着关怀去沟通，就好像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因为事实上，它们确实至关重要。而这个概念也把今天所有的重点都漂亮地串联起来了。从一开始那2个卖鞋业务员代表的愿景，到音乐家在音符中追寻的长远的线，再到指挥家努力点亮的闪亮的眼睛，以及最后幸存者在话语中所贯彻的意图，这一切最终都回归到赞德留给我们的这个最根本也最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我们走入世界，我们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只关乎我们做了什么，更关乎我们选择成为谁。好，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同样是没人穿鞋的非洲，有人看到的是绝境，有人看到的是蓝海。古典乐到底是垂死的艺术，还是未爆发的宝库，完全取决于你的观点。第二，追求卓越的关键在于找到长远的线。无论是弹琴、开车还是经营公司，不要只专注于零碎的任务，要看见贯穿全局的宏大愿景，这样才能从一个执行者蜕变为一个创造者。第三，真正的领导力是赋能，而不是控制。你的成功不是看你多有权力，而是看你点亮了多少双闪亮的眼睛。你该问的永远不是他们怎么了，而是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让身边的人发光发热。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